好，那我们今天就画这一朵。我们首先来分解一下，还是来分解一下。来先倒一点墨。好，这边倒了一点这个青墨，先来分解一下。好，这朵花的姿态形态啊，就是这个就是很常规的这种绣球形，上面就是一个球，下面的是这种像这个为什么它说绣球形呢？你看上面它这个圆是小花瓣，它就像一个球一样的，下面这些大花瓣它就像这个飘带一样的，所以非常好看。绣球形的这种花型其实是非常好看，因为比较名贵、比较高贵的这个花的品种，这个牡丹花的品种，它都是长这么样的。好，我们这个绣球形的，通常我们画的时候把它分为3个层次啊，这样子分，这个是第1层，这个是第2层，这个是第3层啊，把它分为3个层次去画它。首先我们通常刚开始都是画的第2层，第2层就是中间这个花的中间这一块，我们在画这朵花的时候，通常只是先画中间这一块，第2层。那我们把它分为3个层次。那我们首先来分解一下它的这个花的这3层的一个特征。第1层每一层的特征。那第一层大家看一下，第1层是什么特征？大家看一下这朵花。第一层的这个花瓣，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朵花上，你去看这第一层是最上面这一层，它的颜色，还有它的花瓣的大小，还有它的物象，你去分解一下它的这个3个特征。你看它这个花瓣，你就看不清楚，它是比较虚的，对，物象是虚的。然后颜色是浅的，它这个第1层最上面这层，对于它这整朵花来说，它是不是颜色最浅的？颜色是浅的。然后花瓣呢？花瓣它是小的哈，花瓣它是比较小的。然后第二层是什么特征？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这第2层它是中间这一层，它是比较实的，物象是实的，然后颜色它是深的。花瓣也是小的，然后这个第3层呢？第三层我们的物象也是实的哈，然后颜色也是深的。大家可以看这个物象去分解，大家自己可以去分解去分析。然后花瓣很明显的，它的花瓣是大的，然后我们再分解一下它的颜色。我们底色还是用太白，底色可以用这个太白加3青啊。我们这个底色可以不用调的那么浓，可以调稀一点，太白，因为这朵花也稍微颜色有点深，太白加3青，颜色有点轻，有点深。如果我们的白太多的话，它可能到时候你有点调不出这种深的这种红色，可能你这个太白多了，就调的非常就泛白，就太白了哈。太白加3青啊，底色太白加3青，然后这个是第一个，第2个颜色我们用太青蓝。其实不用这个颜色也可以，我们用紫色也可以，但是太青蓝加这个玫瑰红出来的这种紫会更加就是复合的颜色，复合颜色调出来会更加美。就像这朵花到时候我们也会用这种比较多的这种颜色去调，这朵花也特别美。我们下次就画这一朵哈，然后我们今天就画这一朵。好，第3个我们还是用这个玫瑰红，太青蓝加玫红，然后还要用这个曙红，胭脂。好，我们的颜色就用这些颜色。
然后我们的这个构图的话，大家都看到这张图片啊。构图的话，大家都看得到这张图片。我们以这张图片去以这个物象作为一个参照物来画这一幅画。那这一个的话，它是这样子，它是第一朵花。按照这个物象来说，它第一朵花就在这个黄金的位置，在这个黄金位置。我们用的这个纸是比较小，我们因为是4尺4开的，有一些可能没办法说可以画的，就是把所有的这种物象的里面都画进去，我们只能可能是取它一部分。好，这两个枝哈，两个枝这里开两个叉，上面我们可以画一些嫩芽、嫩叶，也可以画一个花苞，上去。好，大概是这样子的哈，大概这样子。我们真实的物象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画的时候，也会稍微的去变化一下，还是用这个4尺4开啊，4尺4开的纸。好，我们来分解花瓣。那首先我们调一下这个颜色。首先我们调一个底色。好，加水，然后调和，把这个太白和三青加水调和。好，我们只把这个三青和太白加水调和，调成这个牛奶状啊，像盛牛奶一样。你拿起来的时候稍微能够挂得住哈，能够挂得上这样子啊，可以试一下能挂得上。不要调得太浓，也不要太过于稀了，不要太浓，太浓了你画的时候就有点调不开，就是笔会很干，有点走不动，这种笔有点走不动，然后颜色会显得很干不水润。好，我们把这个太白和三青把它调和，然后我们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好，调好之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然后把这个放到一边备用。再来一个盘子，挤上我们今天要用的这个颜色，挤出今天要用的颜色：太白、三青、太青蓝、玫瑰红。好，首先让我们来分解一下，我们来调色啊。调色，我们把这个太青蓝和这个玫瑰红一起调，太青蓝和玫红一起调，太青蓝和玫红一调出来，它就是这种这种紫色，看到没有？是这种紫色，看到没有？然后调完一点紫色在笔上，然后再调这个玫红，再调这个玫瑰红，调玫瑰红。这个碎花瓣画这个碎花瓣的时候，我们这个颜色不需要调的
1/2哈，因为这个花瓣它很小很碎，所以我们就都调到这个1/3这个笔尖上就可以了。因为这个碎花瓣你调的太高了，这个你就画不出来这个小花瓣的这种深浅的这种变化。因为你画的时候，你一个调到这里来，那前面全部是深色，深色的话你画的时候就全部就一片没有这个深浅的这个变化了。然后画的笔尖再蘸一点点这个深色啊，笔尖蘸一点深色。我们可以开始示范这个小的这个碎花瓣，那我们就示范在这一块的这个位置上。那我们首先示范这个第二层的这个碎花瓣啊，第二层的碎花瓣，颜色是深的，物象是实的，然后花瓣是小的。那这个小花瓣怎么画？小花瓣就像画这个紫藤一样的。我们示范紫藤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紫藤它也是一样，这种比较多的这种小花瓣哈，不要直接这么去点哈。我们的紫藤很多都是下面的这个小花瓣都是这么去点出来的。那么我们的这个画这个牡丹的这个小碎瓣也是用笔这么去点出来的。我们就点的时候就像写字一样的，按写字的笔法点提，各种各样的写字的笔法你都可以用啊，还有这种撇，还有这个捺啊，还有这种横，只是说你把它画出这种不同的这种感觉，不能像写字一样画的那么直。还有这个竖横啊，点提啊，就是这种小碎瓣，你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小碎瓣去，很多都是这种小碎瓣，你也可以画成很长，比较长一点哈，这种有一些比较长的花瓣，比较长一点的，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大一点的，那偶尔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画出比较大一点点的花瓣，让它里面有这个大小的这种组合。反正总之它这都是一些小碎瓣去组合。然后我们这个笔上现在干了，我们用这个笔肚去蘸一点点水分，然后继续调一点颜色啊，继续把这个太极蓝和这个玫红调一下，调成一个淡紫色，然后我们示范这个第一层的这个虚的我们就蘸一点点颜色就可以，笔尖蘸一点点这个玫瑰红就可以。好，我们示范这个第一层的这个虚的花瓣。那这个虚的花瓣它就是这样子，你去点它啊，直接这样子去点它，把这种组合，这种大的小的长的短的扁的这样子组合在一起，也可以在上面再去加层次，一层不够我们再加一层，第二层，这个就是这种虚的哈，这种虚的看得清楚吗？这就是这种虚的花瓣。我们在画这个花的时候要有虚有实，这个是最上面的这一层会有这种虚的这种花瓣，最上面这一层虚的花瓣它其实最简单最好画，但是它也是最难表现的。你如果没有表现好，它这就会影响到整朵花的这种给大家看的这种视觉的这种物象的这种视觉的这种感官。所以说我们要一朵花里面这种变化你一定要处理好，这个颜色的深浅变化，物象的虚实变化，这个花瓣的大小变化，咱们都要把它处理好。好，我再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组合，示范一下这个小花瓣的组合，好不好？那现在我们的笔上干了，我们用这个笔肚上再沾一点底色，用笔肚沾一点底色。看一下我调色，把这个太极蓝和玫瑰红混在一起调一下啊，它调出来就是一点紫色啊，有一点这种粉紫色。调了一点粉紫色，然后我们笔尖再调这个玫瑰红，把玫瑰红调开。其实玫瑰红这个颜色调起来它没有牡丹红好调，玫瑰红它是有一些这种颗粒感的，好，我们来画一个大小花瓣的一个组合啊，我们画到这个地方画一个组合，画一个这个碎花瓣的组合。碎花瓣的组合它就是各种大小的这种碎花瓣啊，
小小的，有各种小小的哈，各种姿态，可以朝任何方向。可以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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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种细节，虽然说它是很小，你把它组合起来就能看到它的这个花的这个层次要有变化。那这么多小的，我们偶尔也可以来一个大的哈，偶尔也可以来一个大的，让它有这个大小的这种变化。好，颜色我们要这个笔尖上要不停的这个补充这个深色的颜色。好，画一下这种组合。这种组合的话，它就没有这个正反瓣，你不需要去分它正反瓣，你就是各种各样的花瓣，各种各样形状，就像我们刚刚示范的各种各样形状的这种小花瓣，你去随意的去组合它。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碎花瓣这样去组合。你看这么多小的，我们也偶尔也来一个大的，也来一个大的，让它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变化。你看这些花瓣就是各种各样形状的花瓣去组合，像一个这个绣球就是画出几个组合，这个绣球是不是就已经成功了，是吧？你看我这样子随便的画了一些组合，这个绣球就已经画了基本上1/3了。那我们再画出这种随意的组合，这种画出2、3个，这朵花它就是不是完成了？比较随意哈。各种各样形状的花瓣去组合。这个上面就是这虚的我们就颜色就越来越虚。你看这样子画，它是不是有这种有没有这种颜色的深浅的这种变化？这样子一个小小的组合，你看我再把它补充，这里补充一些，这里再补充一些，那么这个绣球形的这个这个球是不是就已经完成了？是不是很好画？这种组合其实你真正按照我这样子分解，把这朵花分解了之后，你再去画这朵花，它其实特别简单。好，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个大花瓣啊，再示范一些这个大花瓣。好，这个笔上有点干了，我们加一点这个底色，加一点这个水分。好，我们先调一下颜色，把这个太极蓝和这个玫瑰红把它调一下，调成这种淡紫色。把它调成这种淡紫色，水分有点少，再沾一点，刚刚没有沾到。把它调成这种淡紫色，调上一点。我们画这个大花瓣的时候，就要把这个颜色调上一点哈，把这个笔要睡起来、侧起来，在这个盘子里面去调，慢慢把颜色晕上去。然后还是一样，这几种颜色依次的把它调到笔肚上。然后再调这个曙红，调一点这个胭脂。好，这个底下的这个大花瓣我们画的时候，可以这样子用笔去滚哈，这样子去滚它。滚的时候你可以分多几笔去滚它，不要一笔完成。一笔完成你就画不出这种花瓣的这种节奏，这种边缘的这种切口，这种大小不统一的这种切口来。这样子画，你分多几笔去画的话，这个花瓣它才会有变化，才会好看，才不至于那么圆。我们如果把花瓣画的圆乎乎的，它是不好看，它是不灵动，就显得特别死板。
好，把这个太极蓝和这个玫瑰红调在一起，调出这种淡紫色。这两种调好之后，然后再调一些这个玫瑰红在笔肚上，再调一些玫瑰红，然后笔尖调一点曙红，调一点曙红，调点曙红，再调点胭脂。如果说你直接调胭脂，这个颜色你画，为什么很多朋友画出这个花瓣的话都是有点灰？那是因为你前面这两种颜色调少了，但是这个胭脂调多了，那么你的颜色就不鲜艳，就不好看。胭脂要慎用，要用好它，用好它，你这朵花就好看了，知道吧？还是要用好，要用好。前面两种颜色多一点，玫瑰红少一点点，好不好？好，我们再来示范一下这个下面的大花瓣。那大花瓣，刚刚我们这个是一笔一笔的推的，那么还有一种方法是这样子滚的。这个笔你就在这个笔上，你这样子去滚。滚的时候，你可以有提按的这种动作，是不是？扁的时候，你可以两边再加一下，这样子是不是一笔也滚出来这种很自然的这种花瓣来？它的这种缺口显得非常自然，这种缺口。是吧？这样子滚出这个大花瓣。好，我们基本上画这个大花瓣一笔画完，我们的笔上的这个颜色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我们要补充颜色，这个大花瓣，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这个笔呢？因为就是为了方便画这个大花瓣，你一笔就可以画成。它笔长的话，既可以画小的，又可以画大的。但是你笔短的话，你画大的画不了，小的是一样的可以画。但你画这个大花瓣，你没有办法一笔就画出来。好，这几种颜色依次的调。然后我们可以画出这种侧面的这种大花瓣，那我们可以带点勾，按下去提起来，然后再重重的按下去，再提起来，然后再拖一下啊，笔上已经干了，拖一下，这样子就是一个这个侧面的这种大花瓣，我们在这种特别是这种绣球形的这种花型中，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塔式的花型中，经常会用到这些花瓣。好，还是这几种颜色，我们依次的去调。好，还画一下这个大花瓣。那这个大花瓣的话，除了这两种方式的话，我们还可以点哈，这种点出这种大小不统一，有大有小的这种花瓣，点多了它是不是也成了面？这种点出来的这种花瓣特别好看，特别有这种花瓣的这种层次感。你看到没有？它中间会有一些小小的这种笔触感，有一点小小的这种笔触感，就像这个花瓣自然形成的这种纹路一样，特别好看。我们再画一下这种大花瓣，两笔组成的这种大花瓣，一笔、两笔，这样子两笔组成一个大花瓣，我们可以带点勾，这样表示中间这表示这个花瓣的这种褶皱的这种感觉。好，现在我们笔上又干了，我们用这个笔肚加一点这个底色，之后再调色，还是把这个玫瑰红和这个太极蓝把它调和一下，调成这种淡紫色。然后笔上再调这个玫瑰红，再调一点曙红，在笔尖加一点点胭脂，胭脂要慎用，胭脂不要加太多了。这种大花瓣我们还可以从这个外面从里画啊，
从外面往里画。也是一样，两笔组成啊，两笔组成可以有一些姿态啊，可以像这样子有一些姿态，两笔组成一个这种大花瓣。那这种大花瓣中间也会有一些碎花瓣哈，碎花瓣你们直接这样子，哎，直接这样子去点都可以了，几笔这样子去组合，画出这种碎的，不管是大的花瓣还是小的花瓣，都会有一些这种碎花瓣。碎花瓣我们直接用笔这样去点就可以哈。直接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在哪里需要加花瓣，我们就加在哪里，就去点它就可以了哈。这种碎花瓣我们就这样点。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花瓣我们就分解到这里了。我们开始把这些我们示范的这种碎的这种组合，去把它组成一朵花，把这种花瓣、小花瓣组合，还有这种小花瓣、大花瓣、碎花瓣，这些花瓣我们去把它组合起来，组合成一个姿态像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花瓣，这样子的花。